丈夫为报答战友的救命之恩，将刚出生的儿子送给了战友，骗我说孩子不幸夭折。后来我意外得知儿子没死，跑去质问丈夫，却只得到一句这是我欠他的。我想找回孩子，却在丈夫的阻挠下一无所获。在失去孩子的痛苦悔恨中，我郁郁而终。没想到再次醒来，我回到了生产当天。喜欢送人孩子，那你自己当老绝户去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是被痛醒的，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，惊呼出声。我试着挪动身子，却被高高隆起的肚皮压得动弹不得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要生了？男人大跨步推门进来，一只手还提着2个铝饭盒，剑眉星目，身材颀长，一身军装正气凛然，浑身都是青年人的意气风发。他是我的丈夫，霍景怀。可是，他怎么变年轻了？我心里满是疑问，不错眼地盯着霍景怀看。思索间，他已经到了床边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焦急和担忧。身体一轻，我被他从床上抱起来，鼻尖萦绕着清新的皂角味，耳边是他严厉的关切：你羊水都破了，怎么不叫人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？弄不好就是1尸2命。路过客厅时，我看见了墙上的挂历，心中大惊，手指下意识地捏紧了粗糙的面料。我居然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了我生产当天，前世的今天。我痛了2个多小时才生下这个孩子。孩子转头就被霍景怀送给了他的战友。他骗我说孩子胎里不足，不幸夭折。我信以为真，自责自己没本事，连孩子都保不住。后来我偶然得知孩子没死，想把孩子找回来，却被霍景怀百般阻拦。面对我的质问，男人神色淡漠，理所当然。建安为了救我，永远地失去了当父亲的资格。这个孩子是我欠他的，他这辈子只会有这一个孩子了。但我们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孩子。桑若，忘掉那个孩子吧，就当他生下来就没了。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好，谁好了？好的只是你们。那是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的孩子，不是你偿还恩情的礼物。我和霍景怀大吵一架，从此踏上寻找孩子的路途。奈何霍景怀能力卓绝，一路高升，说是只手遮天也不为过。他总能及时掐断孩子的线索，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活在失去孩子的痛苦悔恨中，不过40出头就郁郁而终。老天有眼，竟让我重活一次。这一次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抢走我的孩子。重生的惊喜席卷了我，
我心脏狂跳，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。不行，我眼看就要生了，身边不能只有霍景怀。等等，我忍着身下的抽痛，艰难地提要求：你去给我家拍个电报，让我妈来照顾我。我第一次生孩子，怕得很。我仰着头，只看见霍景怀利落的下颌线。他轻笑着低头看我，安抚道：现在农忙，岳母大概没时间来照顾你。你别怕，我是你的丈夫，有我在，你和孩子都会平平安安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带上了生产要用的东西。我心底一沉。隔壁方嫂子听见动静，热心开门询问：小桑要生了，需不需要帮忙？方嫂子是政委的爱人，热情大方，处事公道，我们俩关系不错。有她在，霍景怀想动什么手脚也不会太容易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，于是颤抖着声音祈求她：嫂子，能不能麻烦你陪我去医院？我第一次生孩子，没经验，这会儿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方嫂子放下那了一半的鞋垫，爽朗一笑：行啊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们第一次当父母，肯定会手忙脚乱，我去帮忙也能少出些错。眼见方嫂子爽快答应，我悬着一半的心缓缓落回原地。下一秒，头顶传来霍景怀清冷的声音，他有理有据地拒绝了方嫂子的好意。嫂子，你家小智还小，身边离不开人，你去了医院，他怎么办？医院人来人往的，小孩子待久了也不好。小智是方嫂子的小儿子，今年2岁，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。霍景怀的话有些道理，说到了方嫂子的心坎上。当妈的总是要为孩子着想。方嫂子开始犹豫，霍景怀又给她打包票，让她彻底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。我提前去医院看过了，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得很。再说我一个大男人，总能照顾好自己的妻子孩子。嫂子放心就是。方嫂子连连点头，显然已经被说服。我放下一半的心悬得更高了。我在痛意的催动下去够方嫂子的手，可怜巴巴道：嫂子，我又痛又怕，麻烦你陪我去医院好不好？我翻来覆去地诉说自己的恐惧，可恨霍景怀的打算没人知道。就算我现在就说出来，也没人相信。毕竟一个正常人怎么会瞒着妻子把孩子送给别人？受这种思维的影响，上辈子我对孩子的夭折深信不疑。要不是碰巧看到那张汇款单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原来我的丈夫这么大公无私、光辉伟岸，竟然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。我痛得大汗淋漓，唇色苍白，看起来很可怜。
方嫂子面露不忍，准备松口答应。行，那我就……哇哇哇！方嫂子家传来孩童响亮的哭声，一个7、8岁的男孩跑出来叫人：“妈妈！”弟弟拉了一裤兜子，给床上弄得到处都是，臭死了。方嫂子脸色一变，心里的天平立刻歪了。她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小桑啊，嫂子家事多，真是一刻都走不开。等你生了，我一定去医院看你，有景怀陪着你，我很放心。就是有霍景怀，我才不放心啊！”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，方嫂子急忙转身哄孩子去了。霍景怀小心翼翼地把我往上掂了掂，依旧是那副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。别怕，有我呢。我痛得不想说话，在霍景怀怀里狠狠翻了个白眼，双手搂住他的脖颈，狠狠咬在他的颈侧软肉上。嘶！我听见他倒吸一口凉气，感到十分痛快。这孩子也有他的一份，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痛？小小的出了一口恶气，心却止不住的下沉。那种明知前路危险却无法避免的绝望感快把我淹没了。但我不能认命，上天让我重来一次，绝不是让我来重走上辈子的老路的。我松开霍景怀的脖颈，靠在他的肩膀上积蓄力气。拉人失败，医院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一路下楼，走过家属院，大门前早就停着一辆车等我们。霍景怀抱着我走得稳稳当当，路上不少人都看见了，向我投来或羡慕或嫉妒的眼光。霍营长有本事又体贴，听说他为了照顾桑若请了半个月假呢。我家那口子怎么就学不来半点儿霍营长的好呢？哼！怎么就桑若这么金贵？想当初我发动的时候还在掰苞米，当场就生了孩子。回家的时候不仅要抱孩子，还得背半背篓玉米呢。前世我只当他们羡慕嫉妒恨，感到无比甜蜜，现在听来却满是讽刺。外人眼里的好丈夫、优秀男人霍景怀，竟会为了报恩抢走我的孩子。被我发现后，还理直气壮地要我多生几个。上辈子出于对霍景怀的绝对信任，我完全没意识到生产时没有亲人陪伴有多危险。这一次我依旧孤立无援，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知道了他的打算。车里，霍景怀抱着我轻声安慰，不时催促司机开快些，一脸关切，恨不得以身相待，做足了好丈夫的样子。我闭目养神，唇角勾起一个若有似无的讽刺弧度。霍景怀，你如此紧张，究竟是在意我和孩子的安危，还是担心孩子出了意外，不能偿还战友的救命之恩？孩子一天没送出去，你就要受一天良心的折磨。一路无言，我被送进了产房，
亮闪闪的白炽灯晃得我眼睛疼。有了上辈子的经验，我努力调整呼吸和用力的节奏。不知道痛了多久，我只觉得身下一松，有什么东西滑出去了。哇！婴儿清脆的啼哭只响起一声，便戛然而止。孩子怎么不哭？我奋力支起上半身，只看见一名护士急匆匆的背影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们要把我的孩子抱去哪里？我想去追，却被医生一把按在产床上。他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里面有我熟悉的悲悯。这位同志，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气了，产后不宜大喜大悲。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，还是让你丈夫来处理孩子的后事吧。我心凉又愤怒。原来给我接生的医生护士早就被霍景怀买通，不管我生完孩子是什么状态，他们都会统一口径：孩子夭折了。前世我力竭昏睡过去，对霍景怀和医生护士的话深信不疑。但我重活一次，对霍景怀的打算一清二楚。所以，他们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。孩子，等着妈妈，妈妈一定把你找回来。我眼冒怒火，一巴掌拍在医生的手背上，大声质问：我明明听见了孩子的哭声，你们把我的孩子抱去哪里了？医生被打也不恼，无奈摇头。好几个孩子和你的孩子前后脚出生呢，听差了也很正常。你还年轻，养好身体，孩子还会再有的。熟悉的话语，熟悉的语气，医生的脸在我眼前不断变换，一会儿是嫂子们的脸。小桑啊，孩子没了可以再生，要是把家做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你别跟霍营长怄气，把孩子送人，他也不好受啊。救命之恩大过天，不还他怎么安心呢？一会儿是霍景怀不耐烦的样子。桑若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建安为了救我再也不能生育，这是我欠他的，我何该赔他一个孩子，给他养老送终？我收紧拳头，把身下的床单捏得皱巴巴的。这世上好像只有霍景怀一个人不容易，他成了周建安的救命之恩，心怀愧疚，饱受煎熬，所以不得不把亲生儿子送出去，好让自己活得安心一点。他那么为难，那么痛苦，而我作为霍景怀的妻子，居然没有欢天喜地、敲锣打鼓的主动把孩子送给周建安，反而整天闹着要把孩子找回来，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，让霍景怀烦不胜烦，简直是罪大恶极。那些嫂子嘴皮一碰就劝我放弃孩子，因为不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当然可以劝我大度。霍景怀解开裤头，大言不惭：四班要再给我一个孩子。他说得轻松，10月怀胎的辛苦不用他来承受，
他当然可以拿孩子去偿还恩情，换他的心安理得，换一个知恩图报的好名声。但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前世今生所有的委屈、心酸和不甘一起迸发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。那是我的孩子，谁都不能抢走。我抓住医生的衣领，借助他的力量坐起来，声嘶力竭，如恶鬼般怒吼：你凭什么说我的孩子死了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要是心里没鬼，为什么不敢让我看看我的孩子？医生被收紧的领口勒得面红耳赤，一旁的护士连忙跑过来掰我的手指。可嗨，产妇情绪过于激动，快拿镇定剂来。医生好不容易挣脱束缚，沙哑着嗓子吩咐护士做事。护士麻利地递来一个注射器，又把我按倒在床上。医生推了推活塞，尖锐的针头泛着寒光向我逼近。不，我绝不能睡过去。前世我找了20年都没能找到我的孩子，如果今天没能接下周建安，我依旧会重复上辈子的悲剧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大脑飞快转动。在针头刺破肌肤的前一秒，我眼前一亮，冲着门口喊道：景怀，你怎么来了？医生下意识回头张望，我猛地起身，一脑门撞在护士胸前。护士后退几步，捂着胸口喊疼。我一把抢过注射器，狠狠扎进医生的肩膀血肉里，力气之大，像是要把2辈子的委屈都发泄出来。身为医生，毫无医德，不仅配合霍景怀抢走我的孩子，居然还想给我用镇定剂。你先好好尝尝它的滋味吧。镇定剂很快起了效果，医生倒在地上睡得香甜。我撑着身体下了床，在裤子里垫了一层厚厚的卫生纸，扶着墙慢慢走出产房。产房外人来人往，就是没有霍景怀的身影。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把孩子送走吗？还没走几步，产房里被我撞到的护士跑出来拉住我，语气不善：桑同志，你才生了孩子，应该躺在床上好好休息，就别到处走动，给我们医护人员添麻烦了。这年代，医生护士端的是铁饭碗，普通老百姓对他们多有尊敬。护士话音刚落，立刻有位蓝衣大娘站出来指责我：是啊，姑娘，医院整天忙得团团转，你就别给人家添麻烦了。围观人群议论纷纷，这姑娘也太不懂事了，能来医院生孩子还不好好珍惜，瞎跑什么呢？净给人家护士同志添麻烦，医院又不是给他一个人开的。护士眼见自己得了支持，更加得意，面上还要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。为人民服务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他的手像鹰爪一样紧贴着我的手臂，又叫来另一个护士，一左一右架着我。
桑同志，我们扶你回病房躺着吧。路过大娘面前时，我好奇道：大娘，您在这儿等儿媳妇还是女儿啊？说起这个，大娘笑眯了眼。我儿媳妇在里面生孩子呢，她肚子尖尖的，一定能生个大胖小子。哦，我意味深长道，忽然扬起声音，尽量让围观人群都听见。哎呦，大娘，那您可要小心了。我怀疑这家医院偷孩子卖呢，真是丧尽天良。无论在哪个年代，人贩子都是让人深恶痛绝的存在。我的话像一滴水掉进了油锅，四周一片哗然。护士急了，跺着脚反驳我：谁把你孩子卖了？你说话可要讲证据。哦，你要是心里没鬼，为什么不让我看我的孩子？为什么一口咬定他一出生就没气了？护士在我的连环追问下后退几步，连带着松开了钳制我的手。你可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你才生完孩子，我们担心你看见孩子情绪激动，这才不让你见孩子。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？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他硬着头皮道。我苦笑一声，面上一片凄然。那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难道我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吗？我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：你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我，不让我见孩子，不就是说明了你们心里有鬼吗？那么小的孩子能做什么？除了拿去卖给人贩子，我想不到其他可能。围观群众越来越多，我再接再厉，又添了一把火。实不相瞒，我的丈夫是一名军人，我为感到他自豪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竟然就在你们医院不见了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都说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我看你们医院就是个藏污纳垢的烟渣地。我乘胜追击，大声挑起其他人对医院的怀疑。你们都敢对军人的孩子动手脚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对其他人的孩子做什么？不管孩子是死是活，总该让父母见一面。都像你们这样遮遮掩掩，以后谁还敢来医院生孩子？只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，人们才会站出来表达不满。蓝衣大娘收起看好戏的表情，拦在护士跟前，不让她走。护士同志，我儿媳妇咋样了？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？不然我不放心哦。有大娘当先锋，其他产妇的家人一拥而上，七嘴八舌地询问产妇和孩子的情况。2名护士被淹没在人群里，没空管我。我功成身退，一口气走出医院，穿过一条街到了邮局。喂，是公安同志吗？我要举报。2个小时后，我端着一杯温水坐在公安局大厅。一辆警车在公安局门口停下。
霍景怀黑着脸下了车。接着是对霍景怀有救命之恩的战友周建安，最后是小心翼翼抱着孩子的许秋兰。桑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霍景怀看见我，似乎很惊讶。他怎么能不惊讶呢？按照原计划，他此刻应该在火车站目送周建安夫妻带着孩子回到老家，从此山水不相逢，活得问心无愧。我笑了，在他耳边投下一个炸弹，因为是我举报的你们呢。霍景怀上前一步，高大的身体将我牢牢笼罩。他压低声音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怎么能举报秋兰嫂子是迪特？这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吗？”为了能以最快的速度截下周建安夫妇，我只能出此下策，不然我怎么找回我的孩子？说孩子被他父亲抱走了，公安会觉得这是家庭纠纷，大概管都不会管。说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，我没看到孩子的模样，连孩子有什么特征都说不出来。孩子走失的案例也不少，凭什么先办我这件？所以我铤而走险，举报许秋兰是迪特，携带我军重要军事机密潜逃。我赌对了。现在霍景怀还只是个营长，远没有到只手遮天的地步。迪特的帽子扣到许秋兰头上，霍景怀也没法轻易替他开脱。霍景怀凭什么质问我？我只是想要我的孩子，我有什么错？哗啦，我把杯子里剩下的水迎面泼在霍景怀脸上，眼里浮上了泪光。他的脸渐渐模糊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还没出产房，你就抱走了我的孩子。联合医生护士骗我说孩子夭折了。你知恩图报，你高风亮节，你要把我的孩子当作赔礼送给别人。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你凭什么？就凭你出了3分钟的力吗？一时激动，口不择言。最后一句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，传遍了公安局大厅的每一个角落。听到的人面露尴尬，不约而同地假装自己很忙。霍景怀面色铁青，周身气场像冰窖一样寒冷。我知道他生气了，但我不怕，依旧直直对上他锋利的目光。他把我拉到一边。桑若，青天白日的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见我不搭话，他按了按眉心，软了语气。桑若，那也是我的孩子，把孩子送出去，我同样不好受。可是建安是为了救我才失去了生育能力。秋兰嫂子听闻噩耗，大受打击，不慎流产。如果不是建安救了我，我今天能不能好好站在这儿还是个未知数。人要懂得知恩图报，把孩子送给建安，让他也能享受父子天伦。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霍景怀总有这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我擦掉眼角泪花，努力掩饰哭腔。
是，周大哥不容易，秋兰嫂子不容易，只有我最容易，只有我应该理解你们所有人。霍景怀，我嫁给你5年，在你老家待了4年，伺候公婆，照顾弟妹，家里家外一把抓。你妈还要嫌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可是那时候你在部队打拼，1年到头都不回家，我跟谁去生孩子啊？你接我来随军，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。我以为我终于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可是你呢？你联合医生护士一起骗我说孩子死了，就是为了把孩子送出去弥补你的愧疚。霍景怀，你是人吗？霍景怀眉头紧蹙，面色严肃。桑若，救命之恩大过天，我不能不报。你想要孩子，我们可以再生很多个。我扶开他的手。你是男人，怎么会懂我10月怀胎的辛苦？那个孩子对你来说只是偿还救命之恩的谢礼，对我却是血脉相连的宝贝。我绝不会让你抢走我的孩子，任何人都不能。我捂着肚子绕过霍景怀，走到许秋兰面前站定。才出生的孩子皮肤又红又皱，实在算不上好看，但我已经热泪盈眶，因为这是我2辈子以来第1次看到我的孩子。嫂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请你把他还给我。我向许秋兰伸出手，许秋兰却抱着孩子躲到周建安身后，喃喃自语道：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谁都别想抢我的孩子。霍景怀走过来拦住我。桑若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儿没有你的孩子，已经送出去的东西怎么好意思要回来？孩子在他眼里就是个可以随意支配的东西，玩意儿。我抬手盖在霍景怀脸上，顶着他不敢置信的目光，嘲讽出声：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在我面前乱叫？许秋兰抱着的就是我的孩子。在一片几乎要凝滞的空气里，我转头向公安坦白：公安同志，我撒谎了。许秋兰不是迪特，她只是跟着她丈夫周建安回老家的普通人。我的丈夫霍景怀为了报答战友周建安的救命之恩，瞒着我要把孩子送给周建安夫妇抚养。为了让孩子彻底姓周，霍景怀不会让我知道孩子的丁点消息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才打电话举报许秋兰，希望借助你们的力量拦下他们，找回我的孩子。我声泪俱下，向在场的公安们鞠了一躬。你们怎么罚我，我都认，但请你们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，让秋兰嫂子把孩子还给我。公安们面面相觑，没想到迪特没抓着，倒看了一场苦情戏，又是救命之恩，又是送孩子的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周建安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忍不住看向霍景怀。景怀，你不是说这事儿弟妹
也同意吗？现在又是怎么回事？霍景怀说不出话来。这，本来说好的，谁知道桑若临时反悔。周建安摆摆手打断他的话：行了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弟妹压根儿就没同意，都是你自作主张。景怀，就你是我心甘情愿，是出于我们之间的战友情、兄弟情，绝不是为了要你的回报。我相信，如果当时你我处境互换，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救我。弟妹说得对，人人都有不容易，你不能要求别人来体谅我们的不容易。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，别担心我。可是，霍景怀欲言又止，眉眼间满是愧色。周建安笑得轻松，拍了拍霍景怀的肩膀：放心吧，我老家还有3个弟弟，侄子侄女一大堆，就是看在钱的份上，也会有人愿意给我们养老送终的。故作潇洒的笑容里带着几分心酸。侄子侄女哪能比得上自己的亲生孩子呢？指甲陷入掌心血肉，尖锐的疼痛瞬间让我清醒过来。我默默低头叹了口气，都是命运弄人。我同情周建安，但绝不会因为同情把我的孩子送给他。秋兰，把孩子还给弟妹吧。周建安转身，轻声细语地劝说许秋兰。许秋兰瑟缩一下，把孩子抱得更紧了。她脸上带着偏执的疯狂，看得人心里毛毛的。你胡说，这就是我的孩子。你看他跟我长得多像啊！外面都是想抢我孩子的坏人，我不会放手的。周建安坐到他身边，揽住他的肩膀，轻轻拍打着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眉心的川字纹很深。孩子是景怀和弟妹的，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，却让他们骨肉分离。秋兰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还能生？不如我们早些离婚，也好过让你跟着我没个一儿半女。许秋兰自动过滤了其他信息，只听到了离婚2个字，于是红着眼大吼：离婚！你居然想跟我离婚？周建安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他的声音有些尖利，怀里的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。周建安趁机转移他的注意力。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喝过一口奶呢，你看他哭得多可怜啊！咱们让他去喝奶，等会儿去接他好不好？许秋兰在意孩子，在周建安的诱哄下慢慢松了手。我接收到周建安的眼神，上前接过孩子。孩子落入怀里时，我心里又酸又胀。算上前世，我们分离了20多年，失而复得的辛酸和喜悦一起涌上心头，竟让我泪如雨下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这一次，我一定会好好陪着我的孩子长大。既然是误会一场，公安照例询问几句，就让我们走了。
周建安夫妻错过了今天的火车，打算去住招待所，明天买票回老家。坐车回部队的路上，霍景怀的脸一直臭臭的，跟我欠他几千块似的。我低头哄孩子，不愿意看他脸色。一进家门，霍景怀彻底忍不住了。你现在满意了？本来把孩子送给建安抚养，既能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也能安抚秋兰嫂子的丧子之痛。你这么一闹，他们什么都没了，只能两手空空地回老家。建安和家里关系不好，侄子侄女也不会真心替他们养老送终。我和他兄弟一场，怎么能看着他晚景凄凉？霍景怀胡乱搓了一把脸，烦躁地指控我，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、天理难容的事。可我只是想亲自养育我的孩子，我有什么错？刚生产的身体虚得像筛子，在医院斗智斗勇，在公安局和霍景怀当面争吵，都消耗着我的精力。现在我只想吃饱饭，好好睡一觉。既然霍景怀这么没眼色，非要跟我找不痛快，那就别怪我杀人诛心了。孩子喝了麦乳精，睡得很香。我把孩子放回卧室，带上门，走到沙发上坐下。你口口声声说要报恩，我这里倒有2个报恩的方法，就看你怎么选了。霍景怀投来狐疑的目光。我喝了口温水，清清嗓子。第一，你可以废了你自己。你对周大哥有愧，觉得是自己害他失去了生育能力，不如也把自己废了陪他。这样一来，你和他都不能生，你俩就打成平手了。你放心，就算你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也不会嫌弃你，以后依旧会为你养老送终。霍景怀恼羞成怒，一口否决。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我没了生育能力，说出去好听吗？我无所谓的笑笑，继续出主意。第二，你不用废了自己，只需要和我离婚，再让周大哥和秋兰嫂子离婚，我带着孩子和周大哥二婚，你和秋兰嫂子二婚。这样一来，周大哥有了孩子披麻戴孝，你也可以和秋兰嫂子多生几个孩子，抚平他的丧子之痛。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，我这番话在这个时代简直是炸裂般的存在。霍景怀被我气得胸膛上下起伏，我装作没看到，继续火上浇油。反正对你来说生孩子简单得很，到时候你想生几个生几个，忙活几分钟就可以收获一群孩子，比种庄稼还省心呢。桑若，霍景怀被我满不在乎的态度彻底激怒，他长腿一跨来到我跟前，掐住我的下巴，把我按在沙发上。离婚是能随便说的吗？你不怕丢脸？我可丢不起这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突然大笑出声，又要顾着肚子，免得伤口裂开。
男人像被激怒的狮子，浑身怒火升腾。再加上常年军旅生涯赋予他的杀伐果断，我本该害怕的，可我却看见了他掩盖在知恩图报的皮囊下的自私懦弱。原来上辈子位高权重的霍景怀，也只是一个庸俗的男人。我收敛了笑声，毫不畏惧地和他对视。丢人，离婚丢人，把孩子送出去替你报恩就不丢人了。霍景怀，你心心念念着要报恩，我把报恩的法子给你了，你为什么不选一个？因为你不想失去生育能力，也不想在紧要关头离婚影响升迁。看吧，你自私得很，一个孩子说送就送，真要你壮士断腕付出点什么，就说什么都不肯了。霍景怀一脸正冲，手上的力度渐渐消散。我点点他的胸口，揶揄道：看来你的报恩只是口号喊得响亮，一点儿都不诚心呢。被我戳中心事，霍景怀的脸涨得通红，迫不及待地反驳我：你懂什么？我和建安情同兄弟，他绝不想看到我自毁身体。因伤退伍是他最大的遗憾。我会带着他的梦想在部队走得更高更远，才算对得起他的救命之恩。这番话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。他信不信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信。不过嘛，人生难得糊涂，斤斤计较就没意思了。趁他心虚走神，我一把推开他坐起来，淡淡道：我对你们感天动地的兄弟情没兴趣，我只想好好把孩子养大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过各的最好。说完我就进厨房给自己煮了碗鸡蛋面，只留霍景怀坐在沙发上出神。我懒得看他那副死样子，洗了碗把自己关进卧室里看孩子去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那天的话太过振聋发聩，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霍景怀老实得很。出月子那天，霍景怀特意下厨做了3菜1汤，说是要给我赔礼道歉。他盛了1碗鸡汤放到我面前。桑若，这是我专门让后勤部的同志买的老母鸡，给你好好补补。他眼带笑意，目光灼灼，恨不得亲手把汤喂进我嘴里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勺子到了嘴边又停下。孩子好像醒了，我去看看。霍景怀抬手制止我：我去看，你快喝汤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我不置可否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反手把那碗鸡汤倒进霍景怀碗里，在他出来前碰了几下汤勺。我擦了擦嘴角，笑道：这鸡汤真好喝，这些天你训练辛苦，我给你也盛了1碗，快喝吧。霍景怀见我碗里的汤见底，肉眼可见地松了一口气。他端起那碗汤一饮而尽，你来我往，酒足饭饱。霍景怀开始暴露他的真实目的。
上周我收到建安的信，信里说秋兰嫂子的状况不太好，总是嚷嚷着要孩子。建安既要上班，又要照顾秋兰嫂子，实在是分身乏术。我想了想，要是秋兰嫂子有个孩子，分散一下注意力，他们的日子也能好过些。所以我打算趁这次休假，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建安那里去。以后，霍景怀的眼皮逐渐沉重，很快就趴在桌子上一睡不起。哦，原来是安眠药啊！上辈子经常用在我身上的东西。每次我发现点孩子的线索，他就在我的水和食物里下安眠药，让我生生错过。这次也该你尝尝安眠药的滋味了。傍晚，霍景怀醒来时，我正在哄孩子睡觉。他揉了揉太阳穴，见我和孩子都在，拍拍脑袋，终于反应过来。桑若，你居然给我下安眠药！我不屑分他一个眼神，懒洋洋回敬。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他无能怒吼。你知不知道你坏了我的事？什么事？把孩子送走的大事。没想到你贼心不死，还想拿我的孩子当人情呢。我嗤笑一声，斩钉截铁，只要我在一天，就绝不会让你抢走我的孩子。既然你心心念念的要给周建安送个孩子，那我们离婚吧。离婚后，你找个愿意给你生孩子的，到时候你想送多少有多少。何止周建安，你甚至可以给全华国不孕不育的男人送孩子，他们一定会给你立个长生碑，感谢你的。我嘲讽拉满。霍景怀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显示他营长的威严。你少胡搅蛮缠，这根本就是两码事。还有，我绝不会同意离婚。你想都不要想。军婚保护的是军人的利益，但谁叫霍景怀亲自送上了他的把柄呢？我作为差点失去孩子的苦主，害怕的想离婚也很正常吧。我向来是个实干派，说离婚就一定要离婚。第二天，我要和霍景怀离婚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家属院，嫂子们轮番上门劝阻，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哪有过不去的隔夜仇？你们还有个儿子呢，就是看在他的份儿上，也得把日子过下去啊。哎呦，孩子那么小，你们就要离婚，真是造孽哟！父母离婚，孩子会遭人耻笑的。你们不能只图自己痛快，就不顾孩子的心情吧。上门看热闹的，劝我的，批评我的，给霍景怀说好话的，都被我搪塞过去。领导也找我谈了话，说婚姻不是儿戏，让我多为孩子想想。我抹了一把辛酸泪，大吐苦水。如果不是逼不得已，我也不想离婚啊。周建安同志对我家景怀有救命之恩，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，也愿意报答他。可景怀跟着了魔一样，
非要把我们才出生的孩子送给周大哥，让孩子给他养老送终。我才生孩子那天，景怀就联合医生护士骗我说孩子夭折，其实是偷偷把孩子送给了周大哥。要不是我机灵，找了公安帮忙，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。后来他还不死心，又在我的鸡汤里下安眠药，想把孩子送走。我把擦眼泪的手绢牢牢攥在手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霍景怀仗着是孩子的父亲，几次三番自作主张想把孩子送走。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我也不是每次都能阻止他，所以为了把孩子留在身边，我宁愿和霍景怀离婚，请领导批准。领导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内情，两两相望，都从彼此眼里看到了震惊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我坚持离婚，领导们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霍景怀听说我坚持离婚，一时气不过，就打了离婚报告。办好离婚手续那天，他恶狠狠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养活自己和孩子。”阳光正好，空气里都是新生的味道。我露出一个真诚的微笑。那就不劳霍营长操心了。我抱着孩子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还有1年就会恢复高考。这一次，我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让孩子过上优越的生活。妈妈，儿子颤颤巍巍地扶着5斗柜向我走来，奶声奶气地喊我，喊得我心都要化了。我一把把儿子抱在怀里，桌上放着一张京大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几年后，我顺利毕业进了军区医院。一天半夜，我被紧急叫回医院做手术。手术台上躺着的是霍景怀。我眉毛一扬，当时毕业分配，我特意选了个离霍景怀的很远军区医院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还是碰上了。思绪千回百转，我收敛心神，专心投入手术。一切结束时，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霍景怀的腿算是保住了，只要安心休养就好。他职位不低，院长嘱咐我对他多加关照。我无奈应下，想着戴了口罩，霍景怀应该认不出我吧。桑若，是你吗？茶房离开时，身后传来男人犹疑的询问。我示意其他人先走，转身摘掉口罩，坦坦荡荡。没错，是我。霍景怀瞪大了眼睛，掀开被子，挣扎着想坐起来。我走到病床前，阻止了他的动作。我不会公报私仇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向医院提出换个医生。霍景怀有些慌乱。不是，我没有这么想，我只是有点意外。他摩挲着手指，斟酌用词。这些年你带着孩子，很辛苦吧？
说不辛苦是假的。活了2辈子，我第一次当母亲养育一个孩子。白天带孩子上课，晚上等孩子睡了，才能在煤油灯下啃那些大部头的专业书。寒冬腊月，炎夏酷暑，辛苦是真辛苦，却又对这种充实的生活感到满足。其中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，也不必为外人道。我双手插兜，笑得淡然。都过去了。病房里陷入尴尬的沉默。霍景怀试探着开口：“孩子还好吗？”我想起前天儿子拿着满分数学试卷回家时的小得意，嘴角不自觉牵出一个笑容。儿子很好，活泼开朗，身体健康，成绩也不错。我下午带他来看你。桑若，霍景怀叫住我。我回头，眼里充满疑惑。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听说你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。自从和你离婚，我也是一个人。你看我们能不能复婚？我想都没想，一口拒绝。霍景怀不解：桑若，7年了，你还要记恨我到什么时候？好，你无所谓，总该为儿子想想吧。他的同学都有爸爸，就他没有。你让他怎么自处？你难道不清楚？有一个身处高位的父亲，能让孩子少走多少弯路吗？说得大义凛然，一副为孩子着想的样子。我拉开椅子坐下来。首先，我不恨你。恨一个人要耗费很多时间精力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没空恨你。我只是尽量遗忘你。这次要不是给你做手术，我都快忘记你的存在了。第二，你完全不用担心儿子在学校会自卑，因为从他懂事起，我就告诉他，他的父亲保家卫国，英勇牺牲，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他很为你自豪呢。霍景怀猛咳了几声。你居然咒我去死！我眼神一冷，正色道：7年前你偷偷把儿子送给周建安，如果你成功了，他就只会有周建安一个父亲。你这个亲生父亲对他来说，可不就是死了吗？我让你得偿所愿，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从前是我猪油蒙了心，但7年的时间足够让我想清楚。提起当年的事，霍景怀的气焰一下子矮了3分。桑若，我发现自己放不下你，也放不下我们的儿子。我双手环胸，冷笑道：这么点事，你要想7年才能想清楚。我就是个带着孩子的普通人，没法手眼通天抹去痕迹，让你找不到我们。但凡你有心，也会托人捎点钱和票，承担起当父亲的责任。可是你没有。你为什么没有呢？是觉得跟我离婚被下了面子，想看我在外面过不下去，狼狈回头向你求助吗？霍景怀想解释，不是，
你误会我了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早就看透了他，不想听他废话。如果我们重逢时，你高高在上，我落魄不堪，你只会嘲笑我当初胆敢跟你离婚的愚蠢。但真实情况是，我成了军区医院数一数二的医生。你那点男人的征服欲又上来了，觉得我这个当军医的前妻勉强配得上你，所以大发慈悲的要跟我复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其事道：霍景怀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们绝不可能复婚。如果你再来纠缠，我会带着孩子离开这里。华国这么大，总有我们母子的容身之处。霍景怀泄了气，颓丧地躺回床上。好，我再也不提了。你和孩子好好生活。下午我带儿子去看了霍景怀。回家路上，儿子拧着眉毛，满是疑惑。妈妈，爸爸明明活着，你为什么说他牺牲了？我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，尽量公正客观，不带私人感情。对不起，妈妈骗了你。我蹲下和他平视，一手抚摸着他的脑袋。儿子眼珠一转，继续发问：妈妈，如果那时我被爸爸送给周伯伯，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你了？我点了点头。没想到儿子扑进我怀里，紧紧搂住我的脖子，瓮声瓮气的。我不想和妈妈分开。爸爸坏，我再也不去看他了。我抱着他好一阵安慰，终于用一道红烧肉把他哄好。厨房里，我忙着做饭，儿子在一边打下手。妈妈，给你葱。妈妈，我把冰糖拿来了。孩子稚嫩的声音和咕嘟冒泡的锅气混在一起，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